在2024年6月4日晚间，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 BASI 联合非国境多个单位突袭邦板牙省安吉利斯市 Perak 镇某博彩园区，扣留上百名在园区内工作的外籍员工及菲律宾人。根据初步报告，被捕员工包括126名中国人、23名越南人、4名马来西亚人、4名缅甸人、1名韩国人以及大约50多名菲律宾人。菲律宾当局的报告称，一名女子在该网络博彩中心内遭到酷刑，并在网上被贩卖以获取性服务。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表示，我们发现了一段视频，这个女性受害人通过网上竞标被出售，无论是谁赢得竞标，都可以在任何特定时间利用她的性服务。在这次行动中，解救了7名被非法拘留的菲律宾人以及1名被绑架的中国妇女。从博彩园区逃出7辆载有中国博彩员工车辆被拦。这次抓捕抖露出菲律宾诈骗园区和绑架事件的更多蛛丝马迹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我的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还记得前不久菲律宾2个中国高管被绑架后撕票的事情吗？菲律宾警方已掌握绑架杀害2名医疗高管的8名嫌疑人的姓名。绑匪中除了李娜外，还有1名华人男性刘某。这伙绑匪中应该有人来自福建，因为有绑匪带福建口音。其实这个案件的起点在法国。今年5月，孙某和夏某在巴黎的一场医学会议上认识了李娜，借开拓业务之名，李娜将2人骗到菲律宾，然后绑架。绑匪联系索要赎金，随后夏家将赎金汇入绑匪指定的账户。当天中午12点是绑匪要求交付赎金的最后时间节点。可在此之前11点20分，2人的尸体就已经在吕宋岛东南部被发现，很可能在家属交付赎金前，2人就已经遇害。李娜在医疗领域颇为专业，勒索过程完全卡在双休日，赎金只要 USDT 虚拟货币，不给家属拖延的机会，为避开警方工作时间，在周一中午前撕票跑路。回顾整个过程，这伙绑匪狡猾且毫无人性，有一套相当成熟的绑架套路，他们肯定是惯犯。就有菲律宾华人透露说，绑匪来自3号园区，目前涉案的所有绑匪仍在逃，警方仍在抓捕中。尽管对这伙绑匪的信息知之甚少，但有菲律宾华人已经在怀疑，本案是3号园区内豢养的绑匪所为。3号园区内部，3号园区位于菲律宾天使城 Angeles City， 运营方是一家名为幸运南方99的博彩公司。说直接一点，本案大概率是幸运南方99的华人绑匪团伙干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细说原因前，先了解几个关键背景。一是幸运南方99和3号园区，2是旋风公司和泰国皇家宫廷度假村。先看幸运南方99。幸运南方99是一家网络博彩公司，3号园区是他经营的一处网络博彩基地，位置在天使城的泰国皇家宫廷度假村。在菲律宾，网络博彩必须要获得牌照才算合法经营。过去3号园区有网络博彩牌照，但2023年10月到期后，非政府拒绝颁发新牌照，这就意味着幸运南方99失去了博彩资质，3号园区的网络博彩业务属于非法。再看旋风公司。旋风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公司，它在天使城开发了泰国皇家宫廷度假村项目。起初，该项目是一个典型的度假村，里面有别墅、高尔夫球场、乡村俱乐部等设施。后来旋风公司将其出租给了幸运南方99，于是度假村就变成了经营网络博彩的3号园区。旋风公司和幸运南方99两家公司的关联度非常高。旋风公司的初始股东中有菲律宾人斯蒂芬妮·巴利萨坎、马斯卡雷纳斯、何塞菲娜·巴利萨坎等，以及中国公民吴某、乌汪人、
每人投资6250万比索，约等于865万人民币。幸运南方99的初始股东中，最大股东是斯蒂芬妮·巴里萨坎·马斯卡雷纳斯，他也是旋风公司股东之一。其他股东还有中国人顾某、Jin Gu 和谭某、Young Chen 等。2022年，幸运南方99的董事会更新成员，最初发起人全部隐退，持股40%的新加坡人张某 Fang Jia 成了新老板。很明显，两家公司的背后都是中国人在操盘。梳理下来就比较清晰了。幸运南方99是一家离岸博彩公司，3号园区是他经营的博彩基地，泰国皇家宫廷度假村是该基地的地址。3个名字其实是一个东西。幸运南方99涉及绑架罪行最多最严重，为什么怀疑本起绑架撕票案的绑匪来自幸运南方99呢？一个重要原因是，近些年幸运南方99涉及的华人绑架案尤其多。2022年9月，菲律宾警方从幸运南方99办公楼中救出一名被绑架的中国女性，其家人被勒索100万元赎金。行动还救出了42名被绑架并强制工作的中国人，逮捕了幸运南方99的中国籍人力资源经理。同月，2名中国人，一男一女，在大马尼拉的帕塞市被5名绑匪绑架。幸运的是，2人第2天便被解救，涉案绑匪全部被抓获。2022年9月18日，获救的2名中国人质指认5名绑匪。这伙绑匪包括4名中国人，1名菲律宾人，他们全都是幸运南方99的员工。今年6月初，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警方联手突袭查抄了3号园区，行动中解救了7名被非法拘留的菲律宾人和1名被绑架的中国女性。这名被绑架的中国女性是4月份乘机抵达菲律宾的，她原计划去长滩岛旅游，但在马尼拉机场丢了钱包。这时一个中国人主动上前帮忙，之后她被绑架到了3号园区，直到被解救。3号园区表面是博彩园区，但事实上，博彩与绑架、电诈、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从来就不分家。幸运南方99本质上是中国人在经营，3号园区的从业者也以中国人为主，其网络博彩业务主要面向中国人。所以要说到绑架中国人，没有谁比幸运南方99更有动机，也更有优势。不仅如此，3号园区还容留了大量中国逃犯。前文提到的6月突袭行动，因计划泄露，导致3号园区内主要人物和大部分中国员工提前逃走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菲律宾警方还从园区抓捕了不少中国逃犯。藏匿在3号园区的中国逃犯肯定不在少数，由于其犯罪经历和现实处境，他们对绑架泛滥问题绝对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。上个月6月，在本起医疗高管绑架撕票案发生前，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发言，幸运南方99是迄今为止查处的网络博彩运营商中牵涉绑架、非法拘禁、酷刑和其他犯罪行为最严重、最多的公司。挥产淘金者从博彩、电诈转行绑架勒索。菲律宾的博彩业由来已久，1977年政府成立了国有博彩公司 Poker， 以规范和管理国内博彩业。2010年左右，菲律宾博彩业向外资开放。2016年，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，开始推动网络博彩合法化。第2年 ，Poker 获得网络博彩牌照的发放权。杜特尔特很清楚网络博彩的危害，所以禁止他在菲律宾国内开展业务。此举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大搞博彩挥产的中国人，受害最深的无疑也是中国人。当年中国人出国搞挥产，缅北是电诈大本营，菲律宾是博彩大本营。有数据显示，2019年巅峰时期，菲律宾281家持证经营的网络博彩公司有 13.8 万外籍员工，
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最多时有30多万中国人在菲律宾搞网络博彩。2016年之后的数年，是菲律宾博彩业最繁荣的一段时间。2018年 Poker 全年收入为1041.2亿比索，约等于141亿人民币，创历史新高，其中近半数来自牌照费和网络博彩业务。不过，随着中国大力打击，加上新冠肺炎的影响，以及非国内政策的调整，其博彩业开始出现衰退趋势。小马斯克上台后，这种趋势更加明显，非国内出现全面禁止网络博彩的呼声。来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的最新消息显示，仅过去1年，中方就协助菲方取缔了5个离岸博彩园区，遣返中国公民近1000人。目前，非国内有大约200至400个非法网络博彩公司。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近期表示，未来将对其逐一打击。在多方围剿下，大量博彩从业者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淘金者，不得不另寻出路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菲律宾华人绑架案的高发态势。从时间上看，幸运南方99开办3号园区的时间，2019年下半年，并不算理想，错过了网络博彩业的高增长期。这种情况肯定会影响园区内的人员构成以及犯罪类型。博彩、电诈不景气，更多人自然会选择来钱更快的绑架勒索。一位在3号园区待过8个月的网友，结合自己的亲身见闻断言，3号园区其实就是菲律宾绑匪横行的源头。菲律宾70%的绑架案都和3号有关系。幕后老板人脉深厚，手眼通天。3号园区的网络博彩牌照在去年10月已经到期。事实上，它在2022年9月就已经被非政府强令关闭，但它却一直正常营业。为此，菲律宾多个部门申请了搜查令，并于今年6月4日突袭3号园区。参与这次行动的机构很多，有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、警方刑事案件侦查调查组、司法部打击贩运机构间委员会、警方特别行动部队、反网络犯罪组、诚信监测和执法组、3号园区所在地波拉克镇警方。从参与机构就能看出，菲方有多重视3号园区，也能看出这次行动有多复杂。然而如此重大的行动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，行动计划提前泄露了。3号园区外逃的中国员工，6月4日当天，突袭行动还没开始，大量中国员工就从园区四散而逃。更诡异的是，在突袭行动开始2天后，当初签发搜查令的法官撤销了搜查令。好在2天的时间，突袭行动已经搜集了足够的犯罪证据，行动主导机构以此说服了另一位法官签发了另一份搜查令。这次行动，菲方原本预计抓捕上千名外国公民，但因计划泄露导致大部分人士提前逃脱。即使如此，行动中仍有158名外国人被捕，其中中国人126人。同时，行动解救了4名被绑架的中国肉票。最荒诞的是，还没等突袭行动完全结束，刚从园区跑出来的中国员工就收到通知，要求3日内到马尼拉市内一博彩大楼继续上班。行动计划泄露，搜查令签了又撤销，风头没过就召集人马重新开工，充分说明了幸运南方99的幕后老板能量多大。说起手眼通天一点都不夸张，因为这次行动发现了重要线索。在第2次搜查中，警方在3号园区找到一份类似公司章程的文件。该文件显示，幸运南方99的法律代表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哈里·罗克。消息曝光后，哈里·罗克一再强调，他只和旋风公司有合作，双方去年签了协议。他解释，那份文件应该是旋风公司的股东凯西·王带进3号园区的。凯西·王同时也是幸运南方99的股东。
非警方任凯西·王是幸运南方99的大老板，并于7月6日突袭了他的一处私人豪宅。本次行动的目标是凯西·王等关键人物，但进入豪宅后发现他们已经逃走。这处豪宅距离3号园区不到5公里，里面有高档的室内射击场、地下隧道，还有一个500平的湖泊。据附近居民讲，豪宅里经常看到中国人出入，每周都有直升机起降。凯西·王是不是幸运南方99的幕后老板？从灰产的手法看，他应该是明面上的老板，真正的幕后老板一直隐匿在幕后。关于谁是幸运南方99的真正所有者，凯西·王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线索，线索指向华裔名人背后。今年上半年，中菲南海冲突成为地区热点，但在菲律宾国内，中菲冲突的热度完全被一名35岁的华裔女性盖过了。郭华平的参与。这名女性叫郭华平 Alice Guo，10来岁时从福建来到菲律宾生活。2022年当选为菲律宾丹路省班班市市长。今年春天，她被揭露伪造出生证明、伪造身份，非法获得竞选资格。有段时间，她一度被怀疑是中国安插到菲律宾的间谍。据悉，郭华平弟弟的女友就是凯西·王。郭华平丑闻源于今年3月，当时菲方突击查抄位于班班市的宝福园区，该园区同样是网络博彩基地。行动解救了近700名员工，其中有200多名中国人。行动发现，当地市长郭华平与宝福园区牵涉很深，他还被发现拥有巨额资产。随着调查深入，他的身份问题也被曝光。在接受参议员质询时，他说自己的父亲是菲律宾人，他是父亲和菲律宾籍女佣的私生女，从小在农场长大，没有上学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玩伴，直到17岁才登记了出生证明。但事实上，他的父亲是中国公民，他的家乡是福建晋江市金井镇超岱村，他13岁才从福建来到菲律宾，按照当地法律，他不具备竞选资格。他还是新加坡30亿洗钱案团伙成员的朋友。早年他与该团伙成员林宝英、张瑞金开发了宝福园区，但在接受质询时，他辩称自己在2022年已经从宝福园区撤资。尽管已经撤资，极有可能他仍与宝福园区乃至3号园区有着斩不断的联系，依据有几个：一、宝福园区与3号园区关系密切，3号园区的明面老板是他弟弟的女友；二、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；三、获得官方身份是所有灰产老板的套路；四、丑闻曝光后，当年帮他办理出生证明的地方官员被暗杀，当年负责宝福园区建设的工程师意外死亡。建设时，园区通过庞大的地道系统将所有地面建筑连在一起。丹尼斯·库纳南。五、3号园区和宝福园区负责处理政府关系的是同一个人，此人是菲律宾前技术和民生资源中心副主任丹尼斯·库纳南，2021年因贪污罪被判26年徒刑。六、郭华平是福建人。福建是中国大陆灰产的源头之一，转移海外后，福建人依然是灰产主力，加上福建人在菲律宾的开拓历史，他如果要搞灰产肯定不难。另一位在3号园区停留过的中国人说，我是一个曾经被绑匪榨干后再迈进3号园区的人。昨天看到3号园区被打击的消息，我失眠了，一晚上没睡。去年我在3号度过了地狱一般的8个月。3号园区里的黑暗，相信大家也看到过很多，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我想说一下3号园区其实就是菲律宾绑匪横行的源头，菲律宾70%的绑架案都和3号有关系。和我一样被绑架勒索完赎金之后，又卖到3号的中国人太多了。3号是这些绑匪的保护伞，他们出事被抓以后，都是3号园区的老板托关系或者花钱把他们赎出来的。
不然你们看，为什么每次绑匪的车都往克拉克跑？这就是原因。到了克拉克就是他们的地盘了，你报警啥都没用的。3号同时也是赌场叠马仔的收入来源，因为去赌场拿马的那些人没有几个能真还得上钱的，这些马仔赚钱主要是靠往3号卖人拿人头费。好多人只知道3号园区里面有多黑暗，但是不知道围绕3号园区的黑暗产业链有多可怕。3号被端了，真的是大快人心。围绕3号园区的罪恶产业链绑架和马仔卖人也随之覆灭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